多肉植物的科目非常多，有景天科、番杏科、大戟科等等。大部分的多肉植物都是需要充足的阳光，光照越充足品相就越好。有一种多肉植物，它对光照的要求很特别，光照太充足反而养不好它，这就是12卷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12卷属是多肉植物的一个大属，它们来自非洲南部，具有容易栽培、体积小的特点。12卷白色的小花不太壮观，但它们是小巧可爱的，而且非常容易在各种条件下开花。说了这么多，那12卷属养殖方法是什么呢？养殖12卷属需要注意些什么呢？别急，记好下面这5个要点，让大家的12卷不徒长，长势旺。接下来一起看看吧。1、生长环境。别看12卷也是属于多肉，其实它的生长习性还真与一些多肉有些不同。就拿生长环境来说吧，大部分多肉都是喜欢生长在光照充足的地方，而12卷却喜欢半日照的环境，也就是柔光，每天就晒4个小时左右的光照就行，这样可以保持生长，抑制徒长，也避免晒多了发黑。在夏末秋初的时候，光照强烈，为防止灼伤，可适当遮阴，可用50%遮阳网或2层窗纱，少量的可以单个植株上覆盖1-2层的面巾纸。另外，大部分的12卷属多肉都有一个叫做窗的东西，就是它们顶部透明的部分。窗越明亮就代表品相越好，而窗的状态取决于空气的湿度，湿度越大，窗就越透明。平时有空可以用水壶喷12卷的叶子，也可以在上面罩一个透明的一次性杯子来保湿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12卷属的多肉植物都是不怕热的，度夏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但是在冬天的时候，需要将其搬到室内养护，而且室内温度最好不低于 4.4 摄氏度，否则0摄氏度以下会被冻坏。2、土壤要求。对于植物来说，土壤就像是一个窝，可以立足，当然这个窝也要配好了，要不然12卷长势也不会太好。那么要如何配呢？土壤要有几个特性：保水性好、肥沃、透气性强、疏松度够，这几个点达到了，土质就没什么问题了。这里配土和大部分的多肉植物一样，是用赤玉土或泥炭土进行搭配，但是与景天科多肉的配土不同的是，12卷属多肉可以加大泥炭土的成分来确保土壤的保湿性。通常12卷的配土用 60% 的颗粒土与 40% 的泥炭土搭配最佳。3、养分充足。多肉12卷对于养分的要求并不是很高，但家养的12卷，盆土内的养分还是比较少的。12卷养殖久了也会把养分给吸收殆尽，所以花花建议花友们在养殖12卷的期间，也给它施一施肥。但是这里施肥也是有讲究的，一定要选在春秋时期，它的生长期，需要每隔2周进行一次施肥，肥料一般用氮磷钾均衡稀薄的叶肥就可以了。多肉使用后，可促进生长，加速多肉的上色。另外，需要注意避免施肥到叶片上，也不要太靠近根部。此外，注意第1年不要给新种植的12卷施肥，在肥料选择时，尽量少用无机肥，因为它能使植物产生依赖性。4、水分适量。12卷属因为所处地域不同，温湿度不同，加之不同的季节，养花不可能严格规定要隔几天浇一次水，一定要按照植物的当下状态来判断是否需要浇水。在判断时，不是说多肉看上去很饱满就不需要浇水，如果12卷多肉摸上去很有弹性，像软糖一样，那就说明多肉缺水了，浇水后多肉叶片可以恢复硬度就行了。而且有的缺水表现却是叶子干瘪、发黑。干瘪说明是多肉长时间缺水，那么就需要慢慢再把多肉养得饱满，不要一味的浇大水，这样会导致多肉烂根。这里花花建议闷养。闷养是让多肉重新变得饱满的好方法，但是夏季不适合，其他3季可以闷养多肉，让多肉叶片变得饱满，也可以让多肉的窗更亮。12卷因为耐干旱，我们可以遵循见干见湿，干要干透，不干不浇，浇就浇透的原则进行浇水。如果怕它们过于干旱了，我们也可以见干见湿，不干不浇，浇则浇透的原则来浇水。5、病虫害治疗与预防。12卷属比较强健，病虫害相对发生少，病害主要是根腐病或叶腐病。
发现早，及时摘除腐叶或切除腐根杀菌消毒后，晾晒往往不会损失植株，一般不易传染。一些多肉12卷属根系完好、湿度适合的情况下，也有干尖发生，这好像是一种自然现象，并不是病害。它的虫害偶尔有红蜘蛛、线虫，发现可喷施杀虫药，但本着预防为主、防患于未然的原则，最好在它生长期过了半个月的时候，喷洒多菌灵药剂或其他杀菌抑菌的药剂，以便它更好的生长。总结，通过以上5点，我们可以说12卷属这一类就是懒人植物。它比景天科更耐高温耐湿，而且它的病虫害对土壤的要求都比较低。如果你是新手养多肉，那么选择它再合适不过了。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分享的内容如果有错误和疏漏，还请批评指摘。如果你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给更多人看到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。我们下期见。